乌军刚刚使用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击毁了一艘俄军登陆舰，这也是全球范围内首开弹道导弹对军舰的击沉记录。一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2天前，在距离前线相对较远的比尔江斯克，俄军遭到了乌军的导弹精确打击。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一艘5000吨级登陆舰直接被乌军导弹摧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袭击是乌军动用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完成的。实际上，当前在乌克兰制空制海权全丢的情况下，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就成为了乌克兰唯一能够威胁俄罗斯后方的战略武器。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是苏联时期研制的短程弹道导弹，射程在120至150千米之间，弹头当量为482千克。乌克兰从苏联解体后继承了大概90枚左右。弹道导弹的速度相对一般的巡航导弹要高很多，而且采用高抛弹道，这就造成俄罗斯不一定能够100%拦截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而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也是乌克兰唯一可以反制俄军的有效武器。早在2月25日，乌克兰导弹部队便使用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米勒罗沃空军基地进行了精确打击，造成机场受损，飞机被击毁。这是乌方少有的导弹战果之一。而在3月14日，乌克兰军队卑鄙地使用原点 U 战术弹道导弹，对顿涅茨克的居民区进行攻击。俄军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原点 U， 但是乌军发射的原点 U 使用了子母弹。虽然防空系统成功地拦截了原点 U， 但是弹头的子母弹还是四处散落，造成数十人死伤。而3月23号的比尔江斯克同样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比尔江斯克地区在亚速海沿岸地区，临近马里乌波尔地区。早在开战之际，俄军南部集群便向比尔江斯克地区快速推进，仅仅用时6天时间便全面占领该地区。占领该地区后，俄方便将比尔江斯克的港口作为运输物资的重要补给地点。俄罗斯黑海舰队便在此地使用登陆舰运输兵力和弹药物资。从2月25日开始，乌克兰导弹部队便使用原点 U 对城内的俄军进行不定时打击。据称，北约和欧洲国家一直在暗地里为乌方提供情报支援，以至于比尔江斯克的俄黑海舰队的坐标完全被暴露。乌军便使用原点 U 对海面上的舰队进行了打击，不过依然被俄军的防空系统尽数拦截。但是和顿涅茨克地区遭遇原点 U 的情况一样，这次来袭的原点 U 依然装备了子母弹头，为 9N123K 级数弹头，包含50个 9N24 碎片子弹药，弹头的质量为482千克，子母弹的碎片数量为15800个，杀伤范围非常大。这种导弹的弹头将在距离目标2250米的高度自动开启，并且投放子母弹，可以覆盖3.5万至7万平米的范围。这种弹头就是为了打击开阔地带的人员和非装甲车辆而设计的。因此，来袭的原点 U 被俄军的防空系统拦截后，子母弹不偏不倚地散落到了比尔江斯克滩头上的俄军登陆舰附近，其中的子母弹头击中的俄军登陆舰的弹药存放处，导致登陆舰弹药发生殉爆。这一系列的连带反应造成这艘5000多吨的舰船被彻底击毁在岸边。俄军估计也没有料到自己使用登陆舰运输弹药会被乌克兰的子母弹引发殉爆。乌克兰这一下子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能命中纯属巧合。不过乌克兰导弹部队同样也创下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成功的在实战中使用弹道导弹摧毁了一艘军舰，全球首开反舰战果。当然，乌军能够成功使用原点 U 对俄军进行持续的袭击，主要是因为俄军的重量级防空系统 S300 和 S400 部署在边境地区，由于乌克兰境内地区的乌武装力量相对较多，这种顶级装备俄罗斯也不敢轻易的往乌克兰境内部署，这就导致每次拦截原点 U 时间要慢半拍。再加上距离原因，往往是弹道导弹已经飞到了目标上空，后续的防空导弹才将其拦截。但是这样就导致子母弹四散落入目标区域，从而给俄军造成人员装备损失。因此，随着后续俄军剿灭乌军地方武装，确保足够安全后，俄军的 S300 和 S400 或许可以前出部署乌克兰。届时，乌军的原点 U 对于俄军的威胁必将大打折扣。